公元959年，周世宗郭荣骤然离世。1年之后，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回顾这段为人熟知的历史，惋惜郭荣壮志未酬的同时，总会有个疑问：郭荣盖世英雄，怎么会看不出赵匡胤是个潜在的威胁？这场兵变的背后，到底是背叛，还是郭荣在生前有意安排，把江山托付给能够继承他安定天下宏愿的赵匡胤呢？今天我们从正史中透露的蛛丝马迹来解开以下2件事的答案。第一，赵匡胤真是高平之战的首功吗？第二，赵匡胤的崛起，他是继承者还是背叛者？首先从高平之战说起。高平即今天山西高平市。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就发生在高平市的长平村。1200多年后，后周和北汉之间又在这里决一雌雄。高平之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是5代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此役中得以崭露头角的人物，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未来走向。公元954年，后周显德元年正月，郭威病重，传位给养子郭荣。此时的郭荣确实立足未稳，在5代这个丛林社会中，养父的威望是在战场一刀一枪杀出来的，而他的威望则基本来自于养父的倚重。朝堂上很多老臣，尤其是曾经在郭威帐下立过战功的武将，对郭荣并不是心服口服。可以说很多人都在觊觎这张皇帝宝座。次年2月，对郭威杀子之仇耿耿于怀的北汉皇帝刘崇，觉得郭荣刚刚登基，没有稳定的班底，报仇机不可失。他试图复制石敬瑭的成功路线，请求身后的契丹联合进攻后周。在这里拐个弯，介绍一下北汉皇帝刘崇这个人。刘崇的一辈子只有2个季节，年轻时全是春天，跟着哥哥后汉皇帝刘知远混，喝酒赌博，不务正业。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时，也没有什么危机意识。没想到后汉这么快就亡国了，从此他的人生就步入了冬季。儿子刘赟被郭威杀死后，他眼前的路也没有什么选择，怀着血海深仇，在951年跑到太原称帝。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靠，所以他这个皇帝事实上当得很难受。北汉建立之初就面临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是地盘太小，二是没钱。为了抱契丹的大腿，还要年年给契丹纳贡，钱从哪里来？刘崇想到的就是给老百姓加税，老百姓受不了就开始逃跑。据史料记载，刘崇辖下的河东12州，唐朝时期有将近28万户，北汉灭亡时在籍的仅剩3万5千余户，人口流失了80%以上。财政有问题的同时，刘崇还有个艰巨的任务，打后周。这不仅是为儿子报仇，还涉及到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北汉作为后汉政权的延续，后周对他们来说就属于造反的乱臣贼子，他必须对后周进行讨伐，才能证明自己的正统性。所以刘崇称帝的前2年，一直咬着后周死缠烂打。他似乎始终以石敬瑭为榜样。石敬瑭拜耶律德光为义父当了儿皇帝，他则拜耶律德光的侄子耶律阮为叔叔当了直皇帝，算起来比石敬瑭还小了1倍。可见为了这个皇帝位，刘崇也是拼了。要知道他这个干侄子比叔叔大30多岁。只不过契丹之前吃了石从贵的亏，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回改成了看热闹多，真帮忙少，所以刘崇基本上每次都被后周军揍得很厉害。刘崇上位后的行动也并非小打小闹，他命儿子刘承均攻打后周的晋、习2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和隰县。现在看来，这一作战方针极可能是效仿唐高祖李渊占河东再攻关中的军事策略，但李渊是占了关中空虚，隋炀帝在江都的便宜，刘崇则是什么有利条件都不具备，所以他数次战斗下来，不但寸功未见，为数不多的家底和人马也快要打光了。可以想象当时刘崇的心理阴影面积多大。郭威的死使刘崇点燃了最后的希望，所以这次他没给自己留退路。当然他也没有什么退路而言。就5代史建伪列传记载，
及周世忠4卫重复起师于契丹，以图入寇。契丹遣将杨衮何氏大举来破潞州。北汉此次出征，出动了大军3万多人，由刘崇亲自挂帅，张元辉为前锋，加上契丹杨衮所率的7万骑兵，总计兵力超过10万。声势浩大，势在必得。出师之后第一仗就打得后周军措手不及，胜利后大军直逼潞州而来。新五代史周本纪汉人来讨，攻自潞州。由史书得知，刘崇这次的行军路线避开了以往久攻不下的靖州、临汾，而改到潞州，是直接奔着后周的都城开封去的。目的也很明显，一旦得手攻入都城，晋州的守将既然不急来救，就会拥兵自重，形成一股新的割据势力。刘崇就可以和契丹一起大大方方地占据开封，第二个石敬瑭也就完美复刻完成了。只可惜他即将面对的人是郭荣，这个可以说是5代期间最强的君主，是一个比郭威还厉害的人物。郭荣得知大军压境，决定亲自出征。以冯道为首的群臣则纷纷劝他不要亲自上阵，并陈述其中利害。现在还是国丧时期，你一旦出了意外，或走后都城发生内乱，那后周就危险了。然而郭荣也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必须彻底灭了刘崇和契丹的气焰，否则后周的北方将永不得安宁。更重要的是，他也急需一场漂亮的胜利，在朝廷中树立威信，否则他坐在王位上，始终有人想打他的主意，一石二鸟，正好拿刘崇祭旗。所以他豪气干云地说，当年李世民统一天下就是靠自己亲征，我要效仿他。冯道却泼冷水说，陛下你比得上李世民吗？郭荣没回答，只是看了冯道一眼，估计心里想的是，你怎知我比不上，你又怎知我不会超越他。郭荣对部队的部署一共分为4路，中军由自己统领正面迎敌，后军刘慈做自己前军的预备队，北线切断北汉军与老家太原之间的补给通道，东线从侧面攻击北汉军。3月18日，郭荣率军到达泽州金靖城，检阅大军后继续前行。刘崇出战告捷，正被胜利冲昏着头脑，竟绕过潞州直接南下。于是3月19日，双方提前在高平相遇，随即开始布阵。需要说明的是，郭荣当时不在最前军，而是在中军督战，加上一路急行军，后军此时还没跟上，因此显得兵力比北汉军要少一些。新五代史东汉世家对此时形势的描述是，是时周之后军，刘慈将之，在后未至。刘崇那边没看到郭荣的大道，不知道是郭荣亲征，登高一看就开始后悔，早知道他们人这么少，我就不用喊契丹来帮忙了。于是派人通知契丹统帅杨衮，柴氏与我是血海深仇，今日之战不烦足下出力，赶请将军息兵，只登高观战即可。杨衮虽然一阵迷糊，但还是小心地登高观察敌情，随后对刘崇说，我们面对的可是强敌，千万不要轻率出击。刘崇却一心想吃独食，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杨衮，我当然有把握，你不用再说了，只看我怎么收拾后周军就行了。杨衮看着打了鸡血似的刘崇，虽是气不打一处来，也只得点头同意。战斗打响后，刘崇果然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郭荣这边作为前锋的侍卫清军，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和步军都指挥使何辉见北汉军来势汹汹，竟直接吓破了胆，没等交锋就开始临阵退缩，中军右翼瞬间崩溃，1000多人投降。古战场上这种情况最为危险，志气受挫的结果必然是全军崩溃。千钧一发之际，郭荣猛然跃马入阵，率领护驾的几十名禁军骑兵，冒着敌方流箭直向敌人中军帅帐冲去。刘崇这边却以为大势已定，回到中军帐开始准备庆功宴。宴席还没准备好，猛见不远处铁骑滚滚，顿时大惊失色，忙令中军前去阻挡。毕竟北汉势众，很快将冲在最前的郭荣等数十人围在当中，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史书记载后周禁军中有人站了出来，高声喊道，皇上处境危险，我们怎能不拼死一搏。说罢转身
对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道：“敌人气势如虹，只有奋力一战才有取胜的机会，请将军率军占领高地，放箭掩护，我率军补上右翼缺口。我们左右合力出击，帝国成败在此一举。”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话的人正是赵匡胤。他的举动鼓舞了众人士气，后周众将纷纷大喊：“逐虏陈死，争先恐后，拼死冲锋。”前锋临阵逃跑造成的劣势逐渐被扳平。现在请注意，赵匡胤的这一系列英勇行为出自《资治通鉴》，是否真实，后面会统一分析。此时战场上的形势又起变化，北汉主将前锋张元辉突然马失前蹄，落马瞬间就被后周士兵一拥而上砍杀。北汉军见己方最勇猛的将领阵亡，士气大挫之际，老天爷似乎也在冥冥之中按住后周军。战场上风向突转，后周这边变成了顺风阵势。紧接着刘慈带领的后军作为生力军杀入战阵，彻底打破了战场上僵持的态势，士卒越战越勇，北汉军则军心涣散，逐渐溃不成军，形势已然完全逆转。观战的契丹将领杨衮见大势已去，敌方气势正盛，当然不肯去吃这个硬亏，心想还是保全实力为上策，居然悄悄率部下撤退了。最终高平之战以辽汉联军的彻底失败告终，刘崇率残部仓皇逃向太原，此后再也没有进攻后周的能力，从此一蹶不振。北汉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这场战斗的尾声其实还有个细节，郭荣在刘崇逃跑时一直紧追不舍，试图一举灭掉北汉，但他没有完全审时度势，追到太原，刘崇死守不出，自己这边带的军粮补给没有跟上。就地征粮时，由于军队粗暴行径遭到北汉百姓的反抗，2个月后契丹增援陆续赶到，郭荣只能无奈撤退。途中又遇到补给粮草，但大军撤退怕影响速度，只能将这些粮草就地焚烧。这场本来全胜的战役，己方损失也十分惨重。回到京城后，郭荣斩了临阵脱逃的樊爱能和何辉，重赏战役中有功的将士。高平之战让郭荣彻底在朝堂之上站稳了脚跟。战后他开始励精图治，进行军事改革，后周由此兵强马壮，开始进入扩张阶段，无形中也为日后赵匡胤的统一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就要说重点了。后世普遍认为，赵匡胤正是凭借高平之战中的勇猛表现，得到郭荣赏识，才开始步入权力核心层。但认真翻阅史书，得到的真实结论可能并非如此。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记载，世宗亲临阵，督战士卒少却，匡胤乃率轻兵直前奋击，诸军复阵。也就是说，柴荣亲自到前线督战，但军队一度后退，赵匡胤于是率领轻兵向前奋力进攻，各军士气重新振作。这里面技功明确，但语言非常克制，没有达到力挽狂澜的程度。新五代史《周世宗纪》原文记载，匡胤跃马横戟，突阵而入，士皆随之，敌虽大败，比旧五代史文学色彩更强。欧阳修在写五代史时，必须在政治正确的框架内叙事，所以他英雄化的写法需要警惕。《资治通鉴》卷291原文：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率所部先登，众心乃定。也就是说，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率部首先冲上前线，军心这才稳定下来。司马光的写法最简洁，确认了赵匡胤的作用，但也没有神话，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人物。还有《资治通鉴》记载赵匡胤被晋升为殿前都虞侯，而旧五代史记载是都指挥使李继勋为殿前都虞侯，没有赵匡胤的晋升记载。这两本史书产生冲突，旧五代史是赵匡胤时期编撰的，作者薛居正等人都是高平之战的亲历者，当时众将都还在，而《资治通鉴》是100年后的作品，明显旧五代史的可信程度更高一些。真实的历史是，这个殿前都虞侯实际是李继勋6个月后调任永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零陵防御使，空出了职位才下放给赵匡胤。几个月后，
李继勋又顶替被斩的何辉任侍卫步军指挥使和五军今天的四川广元节度使，赵匡胤才领到永州防御使的职位。也就是说，《资治通鉴》中把赵匡胤升官的进度普遍提前了半年，其中因战功得到殿前都虞候和延州刺史，均为杜撰。这些都是后世对太祖皇帝的功勋进行了美化。由此可见，赵匡胤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虽然可圈可点，但远没起到决定战役走向的作用。决定高平之战胜败的关键仍是周世宗郭荣，以其英勇表现大振军心，挽回己方颓势之后，将双方拉回对峙状态。此时后军刘慈赶到，作为生力军加入战局，才真正将北汉军完全击溃。至于赵匡胤手臂受伤，确实是真的，只不过不是在高平之战，而是在随后围困太原时被城上的刘建射中所致。郭荣与赵匡胤之间的关系，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二人早年就是认识的。赵匡胤武力值奇高，以单人之力制服烈马，头撞到墙上，马上就能跳起来，说明其身体素质极其强悍。他创编的太祖长拳和盘龙棍法，至今仍广为流传，可谓一代武学宗师。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武力值，如果做个大比拼，老赵应该能够进入前5，单挑的话，可以说谁也不惧。由此可推测，赵匡胤绝不是太平年剧中的瘦弱形象，流传下来的画像则更贴近史实。像赵匡胤这样一位武林高手，在高平之战这种生死攸关的战役中，担任的却只是禁军中的普通将领，属于中下层军官。4路大军中的重要职位全部排不上号，说明了什么问题？只能说，直到这个时候，郭荣与他之间的关系也远没有传说中那般亲密，甚至可以说基本不熟。郭荣比赵匡胤大6岁，早年在外经商，从财政上支持郭威，赵匡胤则在郭威手下做事。二人虽然在工作中必有交集，但赵匡胤真正进入郭荣视野，是高平之战中在郭荣眼皮底下有了勇敢表现，才开始进入可被重用并日后提拔的序列。在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郭荣，当然知道天子兵强马壮者也。这句5代时期的俗话，他为什么不防着赵匡胤？答案也很简单，一是赵匡胤在郭荣死时还未成气候，二是根本不需要，因为郭荣没想到自己会英年早逝。大多读过这段历史的人应该都相信，如果郭荣不死，统一天下的人本应是他。属下将领包括赵匡胤是绝不敢造反的。也就是说，宋朝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郭荣过早去世的副产品。郭荣去世时年仅39岁，是突发的，他并没有进入长期权力安排期，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来不及重新布局。即便如此，他临终前的托孤名单仍可看出他对儿子身后安危经过了深思熟虑。文臣集团3人，掌控诏令的首辅范质，控制钱粮的王溥，审核军事奏章的魏仁溥。武将集团统领3万精锐禁军的都点检赵匡胤首当其冲，但权力受文臣集团牵制。负责京城防务的侍卫司都指挥使韩通，手下兵力约8万，与赵匡胤处于对立阵营，目的也是互相制约。此外还有淮南节度使李崇敬，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赵匡胤并不是所谓的托孤核心，几位托孤重臣在权力和行动上可以互相制约，但在服务中央政权上却具有统一性。比如禁军被拆分成8万侍卫司和3万殿前司，彼此互不隶属，防止兵权集中。军需由文臣按月审批，防止有野心者囤积物资。同时，郭荣还把自己的岳父符彦卿调到河北驻守，让其与中央保持了距离。再者，旧5代史和新5代史都只记载了郭荣立太子，没有留下有关禅让的遗诏。因为如果有，史书上即使不明讲，也多少会有些暗示。且现存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一句明确支持郭荣有意传位他人的话。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郭荣并没有把江山拱手让人的打算。赵匡胤之所以在后来得到篡位的机会，
蹊跷也正出在上面这份托孤名单里。在此之前，首先要介绍2个官职：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属于皇帝贴身的警卫部队，最高长官是殿前司督典检，侍卫司则负责首都京城的保卫工作。最高长官叫侍卫卿军，司马部都指挥使，当时是郭荣的表弟李崇进担任。他在托孤名单之中，而身为郭荣妹夫的殿前司督典检张永德却调出了托孤名单，反而由殿前司的3把手，时任都虞侯的赵匡胤顶了上来。这就要提到不久之前发生的事件，典检做天子了。公元959年，郭荣进攻契丹时身体不适，只好退兵。撤军路上发生一件怪事。旧五代史，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2-3尺，如人之接物者，其上挂全题云：典检作，观者莫测何物也。也就是说，他们发现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典检做天子，暗示将来典检会夺取后周的天下。郭荣此时有病在身，正在考虑传位的问题，不可能视若无睹，应该是本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回京城后立即撤换了时任典检的张永德，任3把手赵匡胤为典检。从今天的上帝视角看，这个写有谶言的木板十有八九是赵匡胤安排的。这时会有人提出疑问，怎么可能是赵？张永德就算被撤下，也有2把手顶上，赵只是第3把手，并没有十足把握上位。其实这也恰恰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试想郭荣会不会怀疑这个木板是有人故意为之？当然会。张永德如果被撤下，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时任典检2把手的慕容延昭，所以郭荣很可能怀疑这事儿是慕容延昭干的，索性把他也一并拿下了。赵匡胤由此连升2级，终于挤入了最核心的权力圈子。后面发生的事大家也知道了，在此不过多赘述。我们只说赵匡胤陈桥兵变到底算是背叛，还是如宋史描述的无奈之举？先说结论，那就是两者皆有之。宋史《太祖本纪》对960年这场兵变过程的描写中提到，众人拿出黄袍穿在赵匡胤身上，拥其为帝，请注意是黄袍。而之前郭威黄袍加身，是随便扯了一块黄色军旗披在身上做个样子。二者区别当然也很明显，袍子是提前很久量身定制的，黄色为古时帝王专用的颜色，出征时随军带着这个东西，注定必有预谋。赵匡胤显然不是必须谋反，但当时他的处境，做忠臣的风险显然要大得多。他出门打仗，7岁的皇帝在家，身边的张永德和李崇进全都算是皇亲，在5代十国的乱世中，趁机夺取皇位的先例比比皆是。就算他们不谋反，随便哪个进谏谗言，赵匡胤先前2代主子的家族被屠杀的惨案，就是前车之鉴，血淋淋，仿佛就在昨日，他怎能不怕？所以与其说陈桥兵变是阴谋或无奈，不如归纳为更合适的一种解释：历史的进程。因为右主、外敌、禁军结构稳定、军权集中这4个缺一不可的条件，阴差阳错之间竟全都在那天聚齐了。郭荣与赵匡胤之间不是默契，也不是阴谋背叛，而是制度与时间交错结成的结构性结果。一个高度集权的军权结构是有生命的，一旦主弱，它就会自动寻找新的核心。而历史有时不是谁算计了谁，而是比谁活得更久，仅此而已。正是高平坡前戎将，五更鼓角悲壮，比及到凌烟阁上功臣相，经了些阔剑长枪，六朝隋炀，闹纷纷5代残唐，看着名标青史，人千古，只是睡足黄粱梦一场。